哎，你们知道外国人跨年的时候有个亲吻习俗，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，在跨年的钟声响起的那一秒，要在烟花下亲吻你身边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就是抓离你最近的那个人。在他们的文化里，就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，可能就是寓意上是预示着新年的好运呢之类的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今年呢，12月31号的晚上，我正好在一个剧组拍戏，我答应了大胖媳妇11点半我应该能到家，但是剧组呢他一直有延误，就没有准时收工。到11点45了，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咱俩今年跨年没戏了。大胖媳妇说，那我的一吻跨年呢？我烟花都准备好了，年年都有这个仪式，你今年也必须履行。我说一吻跨年肯定没戏了，我就是现在离开，我回家也赶不上跨年了。他就非常不高兴，但这玩意儿有讲究，他又不能放弃。于是在我的手机监控录像里，我就看到这个男人从11点50分开始坐立不安，仿佛一个走上绝路的猛兽在倒计时中寻找他的猎物。我才明白，绝望中的人与兽都是饥不择食的。他可有心眼了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11点55开始坐下跟我爸瞎聊天。为了让敌人卸掉防备，他搬起自己脚丫子给我爸看，问我爸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我的灰指甲开始歪着长了？”我爸还低头仔细给他看呢，说：“你这灰指甲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有点往北长了。”你这好了。他利用着我爸对他灰指甲的关切，11点59分59秒，把老丈人一吻跨年了，一吻跨年。喂，我离你远点。好，喂，关键好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亲完之后发现忘记了烟火，于是他点起了烟火，在绚烂的烟火中把老头又亲了。我也好。这跨年我在剧组里还挺开心，因为毕竟有我爸替我负重前行。我在剧组里还收到一些跨年礼物，其中这个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新年礼盒特别好，里边都是便携装，平时出门很方便，一天一条，4重蛋白配方，长时间补充蛋白质，很适合我这种没时间补充营养的妈妈。还附有祝福彩条，聚会带上很体面。半夜2点多我终于回家了，一开灯，大胖媳妇瞪俩大眼珠子在那等我呢，生气了。我说生啥气？我爸也让你亲了。他说我亲完你爸，我又仔细查了一下，跨年一吻，你吻的是谁，就寓意着新的一年你和这个人有更亲密的关系和更进一步的发展。而我和你爸再亲密下去，对谁都不好，对谁都不好。然后他这次真生气了，咬准我没有履行诺言。元旦那天早上收拾好行李要走，我看这一个大行李箱一个大书包，这完全是要回娘家的架势，就要走。哎呀妈，那出让他给你整的，你以为他要回加拿大呢？我都害怕了。结果一问，人家要回铁岭找我奶，他说他都打好招呼了。今天早上给我奶打的电话，说彩玲欺负他，我奶亲口跟他说的，说大胖小，你回奶家，奶给你做主。我会替人，奶奶要保护我，还甩给了我一句狠话：要不是我的新车被上缴了，我现在都不用在这等车跟你废话，我早已扬长而去，甩你一身悔恨。哎，你们见过外国人砍价吗？我大胖媳妇去市场砍价，被砍的老板都替她着急。在铁岭，她跟我妈一起去贸易城农贸市场买毛裤，老板开价398，大胖媳妇憋了3分钟，裤子都憋湿了，说378。老板也懵了，这老外好像是懂砍价文化，但是不多。我妈一看给他扒拉一边了，贵，一边待着，80卖不卖？老板一听放松了下来。哎妈姐，你这么砍我就放心了，我刚还以为你领个外国记者来拍真人秀呢。我老公惊了，居然替老板反砍我妈。人家成本下不来的，一条毛裤80 is not okay。我妈说，我看你像加拿大派来的大窝囊废，大窝囊废。我妈说你这胳膊肘子老往外拐呢。我老公说往里一拐，那不脑血栓吗？然后老板说姐，你诚心买，我诚心卖，你看这样。我妈不由分说拉着我俩就走。Jamie，我告诉你，砍价这个事儿就2步：一，出价就是对方要价的1/5；二，看对方急没急眼，急眼了就说明底线被掏了，没急眼就说明你给价给高了。你看老板乐呵的，那就是给高了。然后老板就开始往回叫俺。3分钟之后，我妈100块钱买了2条。那一刻，我老公的三观崩塌了。那一刻，他觉得他丈母娘赐予他的不是毛裤，而是从此他行走江湖需要的一双腿。虽然他线下是社恐，不会讲价，一到线上社牛，学到那点知识点，激情四射。第一次进直播间就把功力用错地方。人家直播间美女说：“老铁们，来扣个1，我给你们谈到了价格，以后29块9秒杀。”我老公看着屏幕也不秒杀，开始算。丈母娘的教诲萦绕耳边呢，29块9等于30，然后我只给1/5，30除以5，算了1分钟，最后在直播间打个4块钱。我刚开始还看不出来他是口算还是心算，后来证明了是珠算，是珠算。我说直播间是不砍价的，再说为什么是4块钱呢？他说30除以5吗？等于4吗？我说文30除以5不是6，而是4啊。他说文我不是老外，而是老铁呀。反正占便宜这事属于他终生所好吧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占便宜这个领域，我婆婆才是鼻祖。但是鼻祖居然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为他而生的特殊的文化现象——双11。前几天我婆婆给我老公推荐了一个什么生发膏，我老公说我先收藏先不买，因为Double11更便宜。我婆婆说儿子，你是退化了吧？最便宜的不是7-Eleven吗？7-Eleven吗？
然后大胖媳妇就开始文化输出了，然后温迪就疯了。他们娘俩跨着16个时区，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轮着比价。我让我老公给我爸买瓶好酒，我让他搜的是贵州特产茅台酒。我老公这边拼命比呀，我婆婆那边也加入了。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，27条我婆婆的未读短信，说她找到了全网最低价，39块钱4瓶。我说就是铁岭茅台也不至于这个价，你搜的是贵州特产吗？我打开链接一看，还真委屈他了。人搜的时候贵州特产还在，但搜索过程中茅台丢了。我婆婆替我搜到了全网最便宜的老干妈，但确实是贵州特产。我妈看见我大胖媳妇和他妈这样都快疯了，就很不理解。我妈说：“你说我线下讲价就完事儿了，咱咔咔咔雷厉风行。你说你俩搭了一整天时间，挣个25块钱，你干点啥不好呢？时间就是金钱。”我大胖媳妇早早有词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但金钱就是金钱。我有的是时间，但是我没有钱。你说我除了工作以外也很难打工赚外快。辅导英语行业颓废了，开网约车驾照错位了。你别老画那个时间的饼啊 ，time 可能造 money， 也可能不造。我30多年的 time 就没造出很多 money， 只造成了毛发变细。money 也没翻地方，只造成了脂肪肝。脂肪肝。我是觉得吧，赚钱不容易，花点时间省钱这个事儿没有毛病。但主要是现在是购物网站的优惠方式，凑单满减膨胀金太难算了。反正就以我这数学水平，最后就是时间也没了，钱也没省多少。所以我觉得省钱还得是东北大妈。她丈母娘除了1/5法，还有淘特兜底法，比来比去还是淘特便宜。想买啥直接就买，搜索的商品只要看到提供表，直接下单就是便宜，还有机会赢免单。双11期间省时又省金，这个 APP 属于实金。哎呦我的妈！省钱比价谁更强？好特的广告怎么样？哎，我跟你们说个真实的事儿啊，就我老公，我大胖媳妇儿，曾经因为性骚扰差点被学校开除了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就这家丑都让我外扬了，是因为今天我要说一个很严肃的事儿。那年他是初一，就大概12、13岁吧。咋回事呢？就是他们的就是加拿大日，属于他的国庆日吧。学校有个鼓乐队表演，大型的文艺表演。他呢作为鼓乐对手被安排在了第一排吹黑管。哎呀，给他乐的特别自豪，天天就在家练呢，在家吹，给他奶奶都吹走了嘛。好不容易马上要演出了，老师觉得这几个前排的小男孩太调皮好动，给他们换到后边去了。换前边来的是几个漂亮的穿着小短裙的女生。然后这其中有一个女生呢，好像以前就跟他有过什么过节，这时候是来气我大胖媳妇来了。你看我站前边，气死你，干气好。这个12岁的我大胖媳妇就不高兴了，心寻你说你练的哪儿比我好？你凭啥站我前边，我上后边去？你多个啥？你不就穿个裙子露个腿吗？完，咱也不知道他这脑回路是怎么运作的，寻思寻思，他就站在这几个女生面前，把校服裤脱了，一边脱一边说：“不就露腿吗？我也能，全露出来。”然后人家女生就告老师了。哎呀妈，这事儿闹得老大了，我公公婆婆全被叫到学校去，全家给人家那女生道歉，还得写道歉书。然后她被停学，在家反省。不光是孩子需要反省，家长也得需要反省，你在教育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让她当众脱裤子。然后她被学校仪仗队给开除了，全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能表演，就她不能，并且被学校警告，她再有一次类似的事儿发生，就直接被学校开除。反正整个过程学校就非常严厉，反复警告她，你现在之所以不用承担法律后果，仅仅是因为你未成年。要不然就是恶劣的性骚扰行为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我老公当时很不服啊，就我又没脱他裤子，我又没碰他，你凭啥说我骚扰啊？老师就给他解释，就人家不想看你脱裤子，你说别的都没有用，就哪怕你的裤衩是3D 的，可以刷短视频，人家不想看你就是骚扰。这一个教训啊，管一辈子，真丢人呢，传出去。一朝被蛇咬，终身不骚扰。就后来我俩都结婚多少年了，有一次来铁岭，我奶说大脖子疼，让他给摁脖子，我老公都恨不得让我奶签一个就自愿协议，摁个手印，省得将来告他，就当天下的嘛。所以你发现没，就这个世界它没有天然的文明，只有对惩罚的敬畏。它也没有天然的野蛮，只有对不惩罚的侥幸。就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次推动，都不是因为呼唤良知成功了，而是惩罚罪恶到位了。反过来说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我老公的家人在加拿大，所有的人，他家所有的人都被车撞过，都经历过车祸，原因都一样，就是对方司机酒驾。为啥呢？因为加拿大酒驾管得松，几乎没人查，没人查就有侥幸心理，所以你看他们不咋敢骚扰，但是敢酒驾，都觉得应该喝了上路也没事儿，结果是出现了很多事故。但这种事在咱这儿不可能，因为这一年酒驾查太严了，你吃完2斤荔枝你都不敢上路，没事到边就站一排，让你车停到边呼气，呼出事了真进去。我开车的时候碰到查酒驾的，我害怕的，就我车里有别人喝酒了，我都想给他捂死，我都想让他停止呼吸，停止呼吸。一个恶性的事件发生，刚开始大家就是单纯的愤怒，我也是，但我感觉我自己就录我自己怎么愤怒，它没有啥意义。随着这个事儿慢慢过去，大家情绪也会逐渐的平复，但是平复了之后，就这个悲惨的事儿能不能引发一点改变？其实我身边大多数的女生都经历过性骚扰。你想解决这个事儿，唯一的方式就是让那些想骚扰的人是真害怕。就很多博主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就发视频说啊，所以女生一定要学这个防身术，学拳击，把自己练强壮。有毛病吧？就给我气的，就我现在如果给我自己练的就贼梗，腹肌梆硬。我老公要真想打我，一屁股给我坐死。我腹肌练的再硬，也只是在被坐死的那一瞬间去硌他一下子，硌他一下子。8块腹肌不及一条法律，事儿不是怕出来的，人是吓出来的。你看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
我希望拿铁长大的过程中接受的教育不是说你不要摸别的女孩子哦，这样不是好男孩，而是你别摸人家，要不你进监狱。只有这样，我儿子将来才肯定不会去摸，也只有这样，我女儿将来才不会被摸，对不？你们能感受到我的走心不？